接手公司第2年，我收到高中同学突然发来的消息：恩博，当年希恩娜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连她的派对都不来参加？是想故意让她内疚吗？我完全摸不着头脑。点开消息才知道，原来希恩娜·雅各布斯最近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今天正是她的归家派对。我直接回复：没空，我不想参加一个曾经霸凌我的人的派对。我的回复非但没让他们消停，反而引来些莫名其妙的猜测。你该不会是请不起假吧？都是老同学，你来参加，我给你300块，够你2天工资了。希恩娜也在群里回复：恩博，当年只是玩笑，而且我都退学了。事情过去这么久，你还不能释怀吗？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，最终打字：只有恶劣的人才会把霸凌说成玩笑。立刻有同学跳出来为他辩护：希恩娜恶劣，她可是豪门千金，跟你都不是一个阶层。穷人事儿就是多。希恩娜虚伪的回复：总之，今天是我人生的新开始，希望你能来见证。大家都是同学，你逼我退学的事，我也不计较了。缺钱的话，我还可以让我爸给你安排工作。接着，他贴出了和他爸爸的聊天截图。看到他爸爸的头像，我愣住了。这不是我爸爸吉迪恩·雅各布斯的头像吗？可我长得有7分像妈妈特莎·桑切斯，绝不可能是他的孩子。况且希恩娜比我还小2个月。我笑着回复：好啊，我一定到。他很快发来了派对地址。派对设在凌霄府，那地方我很熟。那是特莎在我18岁生日时送的成人礼之一，上个月被吉迪恩借走了。如果说之前只是怀疑，现在我可以完全确定希恩娜是吉迪恩的私生女。就在几小时前，她还给我发消息：乖女儿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你妈说明天要和我复婚了，我们又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他们在我小学时因一些问题离婚，这些年来，她从未停止追求特莎，常给我买礼物发消息以示关心。我一直以为他是真心爱特莎，当年离婚只是感情问题。现在看来，他从未真心在乎过我和妈妈。我嘲讽地想，拿我妈送我的东西给他的私生女撑场面，真是好样的。我交接完工作，开车前往凌霄府。曾经米白色的外墙被刷成了我最讨厌的粉色。走进大门，希恩娜站在中央，穿着我留在庄园最喜欢的高定礼服，被人群簇拥着。她身旁站着位保养得宜的中年女人，还有一群高中同学。早就觉得希恩娜气质不凡，没想到竟然是豪门千金。是啊，听说这庄园是你爸专为你的成人礼买的，真宠你。虽然当时没认回你，却一直惦记着你。希恩娜，你现在发达了，以后可要多多关照我们啊。连高中时对他爱搭不理的校草卡登·洛佩兹，此刻也语气温和地和他说话。希恩娜，你总算苦尽甘来了。这些年受的委屈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等恩博来了，我们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可惜当年我还被他装可怜骗了，以为他多清纯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恶毒，居然逼你退学。希恩娜微微低头，脸上适时露出委屈，却眼带狠戾与算计地为我开脱。她欲言又止，就连当年的校长也……算了，我不想再提了。毕竟同学一场。见他吞吞吐吐，众人不禁开始猜测。很快有人开始批判我：恩博太不要脸了，仗着家世欺负希恩娜。哼，他能有什么家世？高中都没见他穿什么名牌，没家世校长怎么会帮他？该不会是……恶心，高中就跟校长有一腿？难怪今天说忙，该不会正在陪人吧？众人见我来了，立刻闭嘴，却互相使着眼色，面露鄙夷。有人甚至捂嘴掩鼻，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。卡登上下打量我，不屑嗤笑：恩博，再穷也不能连件像样衣服都没有吧？爆笑声响起。笑死，这种人居然跟我同班过。换我穿这种地摊货，还不如去死。等等，我老板好像穿过类似款，听说都是高定。你想多了，他身上怎么可能是高定？怕是山寨货。
说不定是偷穿雇主衣服来充阔，真丢人。我没理会嘲讽，平静道，我从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，身上这套也是独家定制，不是什么随便牌子。话音刚落，希恩娜的妈妈奥罗拉·威廉姆斯突然走到我面前，她猛地扯下我颈间的项链，脖子一紧，冰冷的链子擦过皮肤，传来火辣辣的刺痛，紧接着一记耳光扇在我脸上。奥罗拉冷笑，当然是独家定制，因为你花的是我老公的钱。你妈花我老公的钱就算了，你个小三生的野种也敢欺负我女儿？贱人！敢在我女儿的宴会上明目张胆出现，偷了她这么多年身份，现在还要当面挑衅，跟你妈一样不要脸。奥罗拉的话立刻引起周围人好奇。你是说恩博是私生女？真的假的？奥罗拉愤慨地打开项链吊坠，露出里面我们一家3口的合影，证据在此，还能有假？早怀疑她在外有私生女，没想到敢舞到我家门口。这礼服原本是希恩娜的，她是穿一次觉得太大，放在家里没动。前几天整理房间发现不见了，还以为丢了，原来是你偷走了。说完还拿出手机给众人看希恩娜的穿礼服照片。照片里礼服细节与袖口独特标记清晰可见，分明是我身上这件。有人惊呼，一模一样。看来真是希恩娜的礼服，难怪做工这么精致。希恩娜听到奥罗拉的话后勃然大怒，她冷笑，难怪高中开家长会你妈从不来，怕是当小三不敢见人吧。其他人闻言也开始指责我，就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高中时就不喜欢她，成绩好有什么用，整天冷着脸像全世界欠她钱似的。当年还有别班男生为她打架，我还在想多大魅力，原来从小就会勾引人。恩博表面清高，私下玩狠花。听说高中天天约酒店，我还亲眼看到他给中年男人塞房卡。天，高中就这么野？难怪当年敢欺负希恩娜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。连高中时与我关系还不错的同学，此刻也眼神鄙夷。他大喊，恩博，你道德败坏！我最恨小三和私生子，你居然2样全占。别说我们当过同学，想想你做的事就恶心。参加宴会的人不少，很快被这边动静吸引，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几乎都是陌生面孔。吉迪恩的人脉已经沦落到只能请这些人的地步了。但我很快想通，他是怕特莎发现端倪。越来越多人围过来，几乎都掏出手机对着我拍，有人甚至打开闪光灯，直射我眼睛。我微微抬手挡住刺眼光线，走到奥罗拉面前，冷声道，先是造谣我妈当小三，又无故扇我耳光，你以为法律是摆设？希恩娜见我对她妈妈这么说话，顿时怒了。她把我推倒在地，语气嚣张，我妈打你怎么了？以我的身份，谁敢动我？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任你逼退学的希恩娜？今天就算废了你，你妈也不敢放个屁。他瞥了眼地上的我，顺手拿过侍应生端着的酒，朝我头顶浇下。他说，说不定到时候你还要跪着求我爸施舍。这杯酒不便宜，就当给你这身衣服洗澡了。他的同伴见状立刻提议，一杯怎么够？想想他穿过的衣服有多脏我就恶心，大家一起帮他洗洗。说着也拿起旁边酒杯泼向我。其他人有样学样，哈哈哈，好好洗洗他身上的骚味。看他样子还挺享受，毕竟这酒钱够他妈陪好几个男人了。卡登抓起一瓶香槟，用力摇晃后对准我的脸，想要吸引注意。他说，来，张嘴，多喝点，里外都洗干净。因脚踝扭伤，我动弹不得。当他举瓶砸来时，我只能用手挡住，酒瓶砸在手背，留下大片红痕。希恩娜故作大度，好了，毕竟今天是我的派对，总不能真见血。恩博，看在老同学份上，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和身份我可以暂时不计较，但记住，从今天起，见我要低头。我忍痛站起，脱下湿透的外套，粗略擦掉脸上酒渍，冷冷扫视刚才伤害我的人，拿出手机打给特莎，妈，
我在凌霄府被欺负了。话音刚落，手机被奥罗拉抢走。他对着话筒尖声叫骂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三儿能教出这么不要脸的贱货。说完，狠狠将手机砸在地上。看他嚣张的，该不会妈认了一堆干爹吧？那就叫他妈来啊！我们这么多富太太，正好让他见识学习。真以为妈是超级英雄？希恩娜是真千金，会怕个小三？哇，你好厉害，我好怕哦！他们口无遮拦，一句句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。我冷眼看着这些昔日同学与周围宾客，寒声道：希望你们最后还能笑出来。闻言，希恩娜冲过来想揪我头发，我侧身躲开，并用力推开她。我锐利看向从一开始就引导舆论的奥罗拉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私生女，我妈是小三，可从头到尾唯一的证据就是那张我小时候的照片。我现在反而好奇，你有结婚证吗？还是办过正式婚礼？还是说你其实知道谁才是真小三，只是单纯容不下我，任由别人侮辱我和我妈？我每说一句，奥罗拉脸色就白一分。希恩娜也察觉不对，揪住我衣领，贱人，还敢挑衅我们？哪有私生女像你这么嚣张？我妈是不是原配，我会不知道？你要真不是私生女，怎么不姓雅各布斯？刚才有些动摇的人闻言纷纷点头，毕竟大部分人都随父姓。希恩娜说的对，差点被他骗了。恩伯太恶毒了，妈当三破坏别人家庭，现在还要颠倒黑白。众人议论时，一个同学突然站出来：恩伯，我记得你高中就戴这对耳钉，应该不便宜吧？希恩娜目光落在我左耳精致的耳钉上，她说：这耳钉明显不便宜，你妈肯定买不起，是用我爸的钱买的吧？我脸色微变，下意识护住耳钉。希恩娜见我本能反应，眼中闪过恶意，她盯着我的眼睛说：心虚了？被我说中了？既然是我爸买的，我有权收回。我拍开她伸来的手，这是我妈为保护我定制的，强行取下会自动报警，建议你停手。这耳钉是我曾被绑架后特莎专门定制的，强行取下会自动报警并发送定位，除非我先用手机切换安全模式，但手机已被他们摔坏。希恩娜嗤笑，你以为我会信？再说你这种野种也配被保护？况且就算真如你所言神奇，这东西也该归我们，毕竟你妈的钱都是我爸给的。见他执意，我也懒得争辩，想直接取下耳钉。希恩娜察觉我的动作，立刻指示周围同学按住他，我自己取。话音刚落，几个男生立刻压制住我四肢，我像囚犯般被按在希恩娜面前。他眼中鄙夷毫不掩饰，比高中时更加肆无忌惮。他手指用力扭扯耳钉，尖锐处刮擦耳垂，传来灼痛。他想生生把耳钉从我耳垂撕下，可我有凝血障碍，若真如此，我可能性命不保。我急忙制止，希恩娜，你知道我有凝血障碍。他反手给我一耳光，脸颊顿时火辣辣的疼。他说，恩伯，高中用这招逼我退学，现在还想用？今天我就揭穿你的谎言。未等我反应，他猛力一扯，耳钉连带着皮肉被撕下。